在公元62年，洛陽城裡有這麼一個男的，快40歲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抄字，一個字一個字的抄，抄完一卷再來一卷，抄到手腕發酸，抄到天黑收工，這就是他的工作。然後拿着那點微薄的工錢回家養活老母親。怎麼樣，是不是听起來感覺像某個古代版的社畜日常？這就是班超當時40歲時候的真實生活。更扎心的是，他爹是大學者班彪。班彪是誰？那可是东漢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班超他哥是寫《漢書》的班固，他妹是中國第一位女史學家班昭。那全家都是在歷史課本上有名有姓的，而他呢，在官府的抄寫间裡磨墨裁纸，連個正式編制都算不上。你說他怎麼就混成了這個樣子？確實不行。但這個故事真正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他後來幹了一件事兒，直接改寫了自己的後半生，而且還不是小改，是那種翻天覆地，整個人生檔次拉滿的改寫。歡迎來到壁話太多，我是三太。在你準備放鬆之前，先點個讚，點下訂閱吧，順便在留言區告訴我你的坐標和現在的時間。我很好奇，此刻在世界各地都有誰在聽這個故事？好，讓我們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洛陽，東漢的首都，天子腳下，繁華是真繁華，卷也是真的卷。班超每天去的那個地方，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政府文印室，工作內容就是把官方文書一份份謄抄清楚，沒有創造性，沒有上升空間，純粹靠體力和耐心換飯吃。這份工在當時叫庸書，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給別人當人肉複印機。你可能會問，他一個名门之後是怎麼混到這個地步的？這裡面的原因呢，其實也不複雜。班超的父親班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家裡的經濟來源基本斷裂。他哥班固雖然有才名，但寫漢書那是文化工程，又不是什麼來錢的買賣。而且班固後來還因為私修國史被人舉報，一度下了獄。整個班家在當時的處境遠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風光，名聲是有的，但錢是沒有的，靠山呢更是談不上，所以班超必須養家。他是那種典型的长子扛家的角色，上有老母需要奉養，家中日常開銷都指着他。抄書這份工雖然不體面，但好歹也是個穩定工作，每天有事兒做，每月有錢拿，餓是餓不死，也僅僅是餓不死。一個快40歲的男人，在一份看不到未来的工作裡，日復一日地重複着相同的動作。說到這兒了，各位有沒有覺得這個畫面其實一點都不陌生啊？而且是離我們很近。你把班超手裡的毛筆換成鍵盤，把竹简換成 Excel 表格，這不就是很多人正在過的日子嗎？对不对？但班超和大多数人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心裡一直有一團火，這團火被生活壓着，被現實蓋着，可他沒滅。他讀過很多書，從小在父親和兄長身邊耳濡目染，對天下局勢有自己的判斷。他知道北方的匈奴還在鬧，知道西域那片廣袤的土地已經和大漢斷了聯繫快60年了，知道朝廷遲早要往西邊動手。他更不是那種渾渾噩噩的人，恰恰相反，他太清醒了，清醒到痛苦，因為他看得見遠方，卻被困在眼前。就這麼抄着抄着，日子來到了一個普通的午後。那一天的班超和往常一樣，坐在案前，手裡是筆，面前是堆成小山的竹简。陽光從窗格裡打進來，照在他已經開始發酸的肩膀上。忽然他停了下来，把筆往桌上一丟。這個動作不大，但在他将近40年的人生裡，這是最重要的一下，
因為從這一刻起，他決定不抄了。那支筆落在桌上的聲音，後來成了一個成語的起點。要了解班超這個人，咱們得先看看他的原生家庭。班家在東漢初年的學術圈裡，那是真正的頂流，可不是現在那種天下論文一大抄，靠着送錢和酒量混出来的所謂的頂流，那是靠硬實力、靠作品、靠一代接一代的筆桿子打出來的名声。班超的父親班彪是西汉末年到東漢初年非常有分量的一位史学家。司馬遷寫《史記》，寫到漢武帝那一段就基本停了，後面幾十年的歷史一直沒人系統接上。班彪幹的就是這件事，他開始續寫，把漢武帝之後的歷史一點一點補起來。這個工程量極大，需要翻閱大量檔案，校對無數細節，而且不是有錢就能做的，得有學問、有眼光、有耐心。班彪全都有。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經是當時文人圈子裡公認的大家。然後是班超的哥哥班固，班固比班超大3歲，繼承了父親未完成的事業，開始正式編修《漢書》。這本書後來成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影響力僅次於《史記》，在歷史學的坐標軸上是教科書級別的存在。班固寫這本書前後花了20多年，活着的時候雖然坎坷，但在學術史上留下了一座別人繞不過去的山。再說班超的妹妹班昭，班固去世的時候，《漢書》還沒有徹底完工，朝廷直接指定班昭來接手完成。一個女性在那個時代被皇帝點名續修國史，你想想這需要多大的學術認可。班昭後來不僅補完了《漢書》裡的幾篇關鍵章節，還寫了《女誡》等著作，成了中国歷史上第一位被正式記錄的女性史學家。看到這裡，你應該明白了，班超的家庭背景不是普通的書香門第4個字能概括的。他們家不是讀書的人，他們家是造書的人。父親寫史，哥哥修史，妹妹續史，整個家族就像一個小型的国家檔案馆，每個人都在和文字和歷史打交道。那麼，在這樣一個家庭裡，班超是個什麼位置呢？史書上對班超早年的記載非常少，主要就說了2件事。第一，說他為人有志向，不拘小節，但內心孝順。第二呢，說他讀過不少書，口才不錯，但不願意在文字上下苦功。用今天的話講，這個人聰明是聰明的，腦子轉得快，表達能力也行，就是坐不住。讓他寫文章、搞研究，泡在書堆裡，他做不来。他的天賦不在筆頭上，而在嘴上，在腦子裡，在对人心和局勢的判斷上。可是你想，在班家這種文學界家風的環境裡，一個不愛寫字的人是什麼處境？大概就像一個運動世家裡出了個不愛運動的孩子，一個音樂世家裡出了個五音不全的後代。沒有人會公開說你不行，但那種無形的比較時刻都在。父親的學生來了，會聊起班彪的文章；朋友來訪，會討論班固的《漢書》進展。所有的話題都圍繞着學問轉，而班超能參與的部分少得可憐。他不是沒有能力，是他的能力在這個家庭裡找不到用武之地。他觀察世事的眼光很毒，他和人打交道的手段很靈活，他对軍事和地理有天然的敏感。這些東西放在戰場上，放在外交桌上，都是頂級的天賦。但放在班家的書房裡，這些全都不算數。所以班超就是這樣，頂着一個班家人的身份，幹着最不像班家人的事情。白天去官府抄文書，晚上回來照顧母親，偶爾和哥哥聊幾句天下大事，然後繼續回到那張堆滿竹簡的桌前。他身上的標籤很矛盾，出身名門卻身無長物。
家族的榮光越亮，在暗處的班超就越模糊。但那些在暗處站久了的人，一旦走進光裡，往往比誰都耀眼。那支筆被丟在桌上之後，班超說了一句話，這句話後來被記進了《後漢書》，原文是：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視筆硯間乎？意思是，一個男人就算沒什麼了不起的本事，也應該像傅介子和張騫那樣去西域幹一番大事，靠實打實的功勞掙個封侯，怎麼能一輩子困在筆墨堆裡混日子呢？這句話說得很硬氣，放在今天大概相當於一個快40歲的普通上班族突然站起來跟同事說，我要辭職去創業，目標是世界500強。你猜周圍人什麼反應？沒錯，把大家都逗笑了，哈哈一樂。史書上寫得很客氣，說左右皆笑之。辦公室裡所有人都覺得這哥們腦子出了問題。你不能怪他們笑。站在那些同事的角度想想，班超是誰？一個抄書的，連個正式官職都沒有，每天做的事情就是謄抄文件，和決策層沒有任何關係。他說要效仿傅介子和張騫，可傅介子是什麼人？那是西漢時期單槍匹馬跑到樓蘭，親手刺殺了樓蘭王的狠角色。張騫就更不用說了，鑿空西域，開通絲綢之路，漢武帝親封的博望侯。這兩個名字隨便拎一個出來，都是普通人一輩子都夠不着的天花板。班超一個抄書匠，張嘴就要比肩這種級別的人物，別人不笑才奇怪。但班超聽到笑聲之後是什麼反應？他並沒有生氣，也沒有爭辯，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意思是，你們这些人怎麼可能懂一個有志向的人在想什麼？這句話說的不卑不亢，甚至有點冷，不是那種被激怒之後的嘴硬，而是一種已經想清楚了的平靜。他不需要說服任何人，因為他要走的路就不在這間屋子裡。你有沒有發現，歷史上那些真正做出大事的人，在起步階段幾乎都經歷過被嘲笑？劉邦年輕的時候在老家游手好閒，他爹罵他不如他哥會種地。韓信落魄的時候忍了胯下之辱，整條街的人當笑話看。這些故事後來都成了傳奇的起點，但在當時笑他們的人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錯，因為從概率上講，絕大多數說大話的人最後確實什麼都沒幹成，只是偶爾有那麼一兩個人把大話變成了現實。班超就是那個偶爾。不過我們不要急着給他加光環，因為在他說出這番話的時候，他手裡其實什麼都沒有，沒有錢，沒有兵，沒有人脈，沒有任何進入軍事系統的渠道。他唯一有的就2樣東西，一個清醒的頭腦和一副被生活壓到底之後反彈出來的膽量。這2樣東西單獨拿出來都不稀奇，但組合在一起就很危險了。因為一個看得清局勢又完全不怕輸的人，一旦拿到機會，釋放出來的能量是驚人的。那他的機會從哪裡來？從時代裡來。公元62年前後的東漢正處在一個微妙的轉折點上。漢明帝劉莊在位，國力恢復得不錯，內政相對穩定，朝廷終於有餘力開始往外看了。北方的匈奴雖然分裂成了南北2部分，但北匈奴依然在騷擾邊境，尤其是在西域方向，北匈奴的勢力幾乎完全填補了大漢退出後留下的權力真空。西域各國要麼被匈奴控制，要麼在匈奴和大漢之間左右摇擺，整條絲綢之路基本處於癱瘓狀態。這個局面讓朝廷裡開始出現一種聲音，是不是該重新經營西域了？這種聲音從小變大，從議論變成政策，終於在幾年後演變成了一次實際的軍事行動。而班超就是踩着這個時間窗口，從一個抄書匠的身份擠進了改變命運的隊伍裡，但他擠進去的方式
並不像你想的那麼英雄主義。公元73年，朝廷終於動手了。漢明帝下令兵分4路出擊北匈奴，其中最重要的一路由奉車都尉竇固率領，從河西走廊出發，目標是打通往西域的門戶。這一年，班超大約41歲，他等這個機會等了將近10年，但他拿到的這個入場券吧，也確實寒酸。他不是以將領的身份參軍的，也不是以謀士的身份被徵召的，他的職位叫假司馬。這個假不是假冒偽劣的假，是代理的意思，就是臨時的、編外的，沒有正式任命的那種。假司馬在軍隊裡大概是個中低級軍官的位置，手下管不了幾個人，開會排不上號，打仗的時候也輪不到他做決策。換句話說，班超是以一個邊緣人的身份踏上戰場的。你可能會好奇，他是怎麼搭上竇固這條線的？史書上沒有特別詳細的記載，但有一些線索可以推測。竇固是東漢的外戚權貴，家族勢力很大，手下需要各種各樣的人。班超雖然沒有軍事經驗，但他有2個優勢。第一，他是班家的人，這個姓氏在文化圈子裡自帶信用。竇固這種人也是要面子的，身邊放個名门之後當幕僚不丟份兒。第二，班超本人確實有料，他對西域的歷史、地理、各國關係研究得很深。這些可不是抄書抄來的，都是他這些年自己讀書讀出來的。他在抄寫間裡雖然看着像人肉電池一樣的抄寫，但腦子是天天在思考。就这樣，班超跟着竇固的大軍出發了，幾萬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從酒泉出關，穿過茫茫戈壁，直撲天山方向。對班超來說，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離開中原，第一次踏上西域的土地。他之前對這片大地的所有認知都來自書本，來自父親留下的手稿，來自張騫、傅介子那些傳奇故事的只言片語。而現在，風沙打在臉上，馬蹄聲震在耳邊，一切都是真實的存在。這次出征的戰果還算不錯，竇固的部隊在天山一帶和北匈奴打了一場，取得了勝利，匈奴的呼延王部被擊退。但真正讓班超脫穎而出的不是這場大仗，而是竇固在戰後做出的一個安排。竇固決定派一支小分隊去西域各國做外交試探，看看哪些國家還願意歸附大漢。這個任務聽起來不大，但分量極重，因為它意味着要深入匈奴勢力範圍內的地區，帶着極少的人去面對完全不可控的局面。竇固選中了班超，為什麼是他？大概率是因為在行軍過程中，竇固已經觀察到了班超身上那種不同尋常的特點。班超雖然沒帶過兵，但他和人打交道的能力極強，觀察力驚人，判斷形勢的速度很快，而且關鍵時刻非常果斷。這些特質在軍隊的日常運轉中可能不太顯眼，但在外交場合，他們就是最核心的能力。竇固需要一個能在沒有大軍撐腰的情況下，靠腦子和膽量搞定事情的人。班超恰好就是這種人。於是班超接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個真正的任務，帶一支36人的小隊出使西域，目的地是鄯善國，也就是古代的樓蘭絲綢之路南道上的第一站。各位，36個人，就只有這36个人啊，用這麼點人去和一個已經倒向匈奴將近60年的國家搞外交，這件事兒怎麼看都像一張有去無回的單程票。但班超沒有猶豫，對他來說，前半生已經夠窩囊了，現在終於有一個機會擺在面前，哪怕這個機會看起來像陷阱，他也打算一頭扎進去。因為他心裡很清楚，對於一個41歲一無所有的人來說，最大的風險不是去冒險，而是不敢冒險。你不往前走，就只能回去接着抄書。而他已經決定了，這輩子再也不抄了。
36個人向着鄯善出發了。鄯善是個小國，但地理位置極其關鍵。它坐落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東南邊緣，扼守着絲綢之路南道的咽喉。任何想從中原進入西域腹地的人，南道這條線就繞不開鄯善。60年前，大漢勢力退出西域之後，鄯善很快就被北匈奴收入了口袋。不是鄯善想投靠匈奴，而是他太小了，誰的拳頭大就聽誰的，這是小國的生存法則。班超帶着36個人到了鄯善之後，一開始受到的接待還算客氣。鄯善王叫廣，表現得挺熱情，好吃好喝的招待着，態度很恭敬。班超是個極其敏感的人，他不會只看表面，他會看節奏。前幾天，鄯善王幾乎天天來噓寒問暖，班超和他聊大漢的國力，聊朝廷重新經營西域的決心。鄯善王聽得頻頻點頭，看起來很有歸附的意思。但突然有一天，一切都變了，鄯善王不來了，派來接待的隨從態度也明顯冷淡了許多，飯菜的規格也降了一個檔次。這種變化來得又快又突然，正常人可能會覺得是不是自己哪裡說錯話了，或者對方只是臨時有事兒走不開。但班超不這麼想，他幾乎是在第一時間就做出了一個判斷，他預感到匈奴的使者到了。這個判斷沒有任何直接證據，純粹是班超對人性和局勢的直覺。一個小國的國王突然对你冷淡，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有了別的選擇。而在西域的棋盤上，能和大漢競爭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匈奴。班超馬上叫來鄯善負責接待的侍者，開門見山地問了一句：匈奴的使者來了幾天了？住在哪裡？這話問得非常直接，甚至帶着一點故意施壓的味道。那個侍者一下子就慌了，支支吾吾半天，最後全交代了。果然，匈奴使团已經到了鄯善，而且來了100多號人，規模遠超班超這邊。局面瞬間變得極其危險。鄯善王現在等於是同時面對大漢和匈奴兩撥人，他必須做一個選擇。而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匈奴那邊人多勢眾，又離得近，鄯善王倒向匈奴的概率非常大。一旦鄯善王做出那個決定，班超這36個人大概率會被扣下來送給匈奴當禮物，結局可想而知。這時候班超做了一件事，一件後來被無數人反復講述的事。他把36個人召集到一起吃飯，酒過3巡之後，他站起來說了一番話，大意是：咱們現在處境很危險，匈奴使者已經到了，鄯善王隨時可能把咱們賣了。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等鄯善王做完選擇，那我們就是砧板上的肉。唯一的辦法就是今晚动手，趁夜去滅了匈奴使团。匈奴人一死，鄯善王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歸附大漢。話說到這裡，他又補了一句極其精彩的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成語就是班超在這一晚上說出來的。這不是書齋裡推敲出來的名言，是一個中年男人在生死關頭逼出來的判斷。36個人打100多個匈奴人，兵力差距接近1比4，而且是在人生地不熟的異國他鄉。這不是勇氣，這是賭命。但班超看得很清楚，他沒有其他更好的選項，不動手是死，動手至少還有贏的可能。36個人全部同意了，沒有人退縮。也許是因為他們信班超，也許是因為他們也知道不打就是等死。總之，在那個鄯善的夜晚，這36個人做好了準備，火把、刀還有風聲，一切都在等天黑。天黑透了之後，班超開始部署。36個人被分成2組，一組10個人拿着鼓藏到匈奴使团營帳的後方，任務是制造聲響，讓對方以為遭到了大規模圍攻。
剩下的20多個人跟着班超埋伏在營帳的上風口，等信號一響就動手。班超親自選了上風口，因為他打算用火攻。36個人正面去打100多個匈奴人，純屬找死。但如果先放火燒營，趁對方混亂的時候再衝上去，那勝算就完全不同了。這個部署非常冷靜，一個從來沒有指揮過實戰的人，第一次排兵布陣就展現出了這種水平的戰術素養。只能說班超這些年讀的那些兵書戰策沒有白讀。他不是紙上談兵的趙括，他是那種把理論消化成本能的人，該大膽的時候大膽，該細緻的時候滴水不漏。入夜之後，風起來了，班超一聲令下，火把扔進了匈奴人的營帳。西域的帳篷大多是毛氈和乾草搭建的，一點就着。火勢在風的助推下迅速蔓延，整個營地幾乎在瞬間被烈焰吞沒。後方的10個人同時猛敲戰鼓，鼓聲在黑夜裡炸開，震得人心裡發慌。匈奴人從睡夢中驚醒，衝出帳篷的時候，面對的是漫天大火和四面喊殺聲，完全分不清敌人有多少，從哪個方向來。這就是班超要的效果，在極度混亂中，人的判斷力会降到最低。你看不清敵人，你不知道自己被多少人包圍了，你唯一能感知到的就是火光、鼓聲和從黑暗裡砍過來的刀。匈奴使团100多人，在這種突襲下幾乎沒有組織起有效的抵抗。班超親手斬殺了匈奴的幾名軍官，剩下的人不是被火燒死，就是在逃跑中被截殺。史書記載，這一夜匈奴使團被殲滅30餘人，其餘的人潰散逃走，使团的首領也沒能活下來。天亮之後，班超提着匈奴使者的首級去見了鄯善王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場面。前一天還在猶豫該站哪邊的鄯善王，看到匈奴使團一夜之間被36個漢人滅了，那種震撼是語言無法形容的。他不需要再猶豫了，因為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了。匈奴人被殺在他的地盤上，消息一旦傳到北匈奴那邊，他也沒有回頭路了。班超不僅幫他做了選擇，還徹底堵死了他反悔的空間。鄯善王當場表態歸附大漢，並且送出自己的王子前往洛陽做质子。在古代外交中，送质子是最高規格的臣服方式，意味着鄯善国正式重新回到了大漢的勢力範圍。班超用1個夜晚，用36個人，用1把火，拿下了西域南道的第1個棋子。消息傳回朝廷之後，出現了2波截然不同的反應。一部分人覺得班超幹得漂亮，以極小的代價取得了極大的外交成果。還有一部分人覺得他太冒險了，未經請示就擅自動手，這在軍事體系裡是很嚴重的違紀行為。如果這一把賭輸了，36個人全軍覆沒，那不僅是人員損失的問題，更會讓大漢在西域的外交信用徹底崩盤。這件事報到了漢明帝面前，漢明帝的批復只有幾個字，但字字千金。他說：“何不遣班超再去？”意思是這人好用，接着派他去別的國家，不僅沒有追究他先斬後奏的問題，反而給了他更大的授權。漢明帝是個聰明的皇帝，他看得出來，班超這種人不是靠規則能管住的，但也不是規則需要管住的那種人。你給他用框架框起來，他會在框架裡給憋死；你給他足夠空間，他能還你一整個西域。從鄯善開始，班超的棋局正式鋪開了。拿下鄯善之後，班超的下一個目標是於田。於田在今天新疆的和田一帶，是絲綢之路南道上非常富庶的大國。和鄯善那種幾萬人口的小城邦不同，於田是有實力的，他有自己的軍隊，有穩定的農業和手工業，盛產玉石，經濟底子很厚。在西域的格局裡，於田算得上是南道的老大哥，
他的態度直接決定了整條南道的走向。但於田也有一個問題，他當時正處在匈奴的影響之下，不是那種被徹底征服的關係，而是一種帶有模糊性的依附。於田王廣德是個很典型的小國君主，誰強就跟誰，骨子裡沒有特別堅定的立場。班超到鄯善的事他已經聽說了，心裡有些忌憚，但也沒打算馬上表態。他想再觀望一下，看看大漢到底是認真的，還是隨便派個人來做做樣子。班超到了於田之後，於田王的接待態度只能算是不冷不熱，沒有鄯善那種一開始的熱情，也沒有明確的敵意，就是客客氣氣的把你安頓下來，然後等着看你要幹什麼。這種態度其實比直接翻臉還難對付，因為你找不到發力點，人家沒有拒絕你，但也沒有答應你，你急他不急，時間一長，主動權就不在你手裡了。然後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發生了，於田國有一位大巫師，在當地地位很高，說話比國王有時候都管用。這位巫師找到於田王說，天神發怒了，不喜歡於田親近漢人，漢使者的馬隊裡有一匹深色的馬，你去把它要過來，殺掉祭天，否則於田會遭殃。於田王居然真的派人來找班超，說要他交出那匹馬。這件事表面上是宗教事務，但班超一眼就看穿了背後的政治含義。巫師要的不是一匹馬，而是要一個信號。如果班超乖乖交出馬來，就等於承認了於田巫師的權威高於大漢使者的尊嚴。在所有人眼裡，班超就是一個可以被拿捏的軟角色，那後面的談判還怎麼談呢？而如果班超拒絕交馬，那巫師就可以借天神的名義煽動輿論，把班超描述成一個不尊重於田信仰的外來者，一樣对他不利。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局。精彩來了啊！班超接下來將表演的是教科書級別的騷操作。他並沒有拒絕，他笑着對派來的人說：“一匹馬而已，當然可以。不過我不認識這位大巫師，你讓他親自來找我拿吧，我順便認識一下。”這話聽着很合理，而且對方也沒起疑心，巫師還就親自給來了，然後班超直接就把巫師抓了。根本沒有任何多餘的動作和廢話，沒有吵架也沒威脅，就是乾脆利索的直接拿下。然後他提着巫師去見於田王廣德，當面把事情挑明了。班超的態度非常清楚，你可以選擇繼續跟匈奴混，那我現在就離開於田，但這位巫師今天利用神權干預外交，這筆賬你自己掂量。於田王徹底慌了，他沒想到班超會用這麼乾脆利落的方式破局。巫師被抓之後，所謂的天神發怒瞬間變成了一個笑話。一個號稱能通天的人，連自己都保不住，誰還信他？於田王的權威根基本來就有一部分建立在宗教體系之上，現在巫師在他面前被制服了，如果他不配合班超，那就等於自己也被帶進了這個尷尬裡。最終，於田王廣德殺掉了那個巫師，正式向大漢表態歸附。班超沒有動一兵一卒，沒有燒任何人的營帳，全程只用了2個步驟，一個請君入瓮，一個當面攤牌。這就是班超打心理戰的水平，他永遠不會在對方設好的棋局裡落子，他一定會掀了你的棋盤，然後在自己的節奏裡逼你做選擇。於田歸附之後，整個絲綢之路南道基本被班超打通了，從鄯善到於田2個最關鍵的節點全部拿下，而班超手裡自始至終只有那36個人，沒有大軍壓境，沒有金銀開路，他就是靠腦子和膽量，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啃下來的。南道搞定了，班超把目光投向了北邊，絲綢之路在西域分成南北2道，南道經過鄯善和於田，北道則穿過龜茲和疏勒。
班超很清楚，只控制南道是不夠的，北道不拿下来，整個西域的局勢就永遠只是半成品，而北道的關鍵棋子就是疏勒。疏勒在今天新疆喀什的位置，地處西域的最西端，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超級樞紐。從這裡往東可以進入塔里木盆地腹地，往西可以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往北可以連通天山北路的游牧勢力。誰控制了疏勒，誰就等於捏住了西域交通網的一個大動脈。但疏勒當時的情況比鄯善和於田都複雜得多，他的原任國王已經被殺了，取而代之的是龜茲國扶植起來的一個傀儡。龜茲是當時西域北道最強的國家，和北匈奴關係緊密，幾乎充當着匈奴在西域的代理人角色。龜茲攻下疏勒之後，殺掉了疏勒的原王族，從自己國內派了一個名叫兜提的龜茲人去當疏勒王。這就等於疏勒在政治上完全被龜茲吞掉了，名義上還是個獨立國家，實際上就是龜茲的一塊飛地。班超帶着他那支小隊從於田出發，一路向西北方向挺進。這一段路程非常遠，中間要穿過大片荒漠和山地，後勤補給幾乎為零，全靠沿途各國接濟。班超走這一趟，身邊多了一些於田派出的隨行人員，但核心力量還是那36個人。到了疏勒國境的時候，班超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兜提談判，而是先派了一個叫田律的手下去疏勒城裡摸摸情況。田律帶回來的情報證實了班超的預判，兜提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傀儡，疏勒本地人對他沒有任何好感。他是龜茲人，不是疏勒人，他代表的是龜茲的利益，不是疏勒的利益。老百姓心裡憋着火，但沒有人敢帶頭反抗，因為龜茲的軍事壓力實在太大了。班超覺得這個局不需要打，需要的是一次精準的政治手術。他給田律下了一道命令，去把兜提抓了。田律帶着幾個人直接闖進了疏勒的王宮，兜提完全沒料到會有漢人跑來找他麻煩，身邊的護衛也沒來得及反應，田律就已經把刀架到了他脖子上。兜提被五花大綁，像一個包裹一樣被拖了出來，整個過程快得離譜，快到連疏勒城裡的居民都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王宮就已經換了主人，就和抓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差不多。班超隨後進入疏勒城，做了一件比抓兜提更重要的事，他找到了疏勒原王族的後人，一個叫忠的年輕人，把他扶上了疏勒王的位置。這一步棋非常高明。班超沒有在疏勒搞軍事佔領，沒有派漢人去當管理者，而是恢復了疏勒本地的王統。對疏勒人來說，這是一個解放，而不是入侵。被龜茲人欺壓了那麼久，現在漢人來了，不僅趕走了龜茲的傀儡，還把屬於疏勒自己的國王還了回來。你說疏勒人擁不擁護班超？當然擁護。至於兜提，班超沒有殺他，他把兜提釋放回了龜茲。這個選擇看起來是仁慈，但其實也是一步棋。殺了兜提，龜茲會暴怒，馬上發兵報復。放了兜提呢，龜茲雖然也丟了面子，但至少人沒死，報復的緊迫性就沒那麼強。班超需要時間來鞏固疏勒的局勢，不能馬上和龜茲正面衝突，所以他選擇了用一個留活口的方式給自己爭取緩衝。到這一步為止，班超在西域已經拿下了3個關鍵節點，南道的鄯善和於田，北道的疏勒，而他的核心團隊依然只有那36個人。一個從超書匠起步的中年男人，在不到2年的時間裡，用幾乎為零的軍事資源，攪動了整個西域的格局。這不是運氣，這是能力。但接下來等待他的是比之前所有困難加在一起還要大的考驗，因為他剛在西域站穩腳跟，背後的朝廷卻突然變了天。公元75年，
漢明帝劉莊駕崩了。這個消息傳到西域的時候，班超大概已經預感到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果然，新即位的漢章帝劉達剛坐上龍椅，朝廷裡的風向直接變了。新皇帝上台，最忌諱的就是攤子鋪得太大。漢章帝當時還年輕，根基不穩，朝中有一批保守派的大臣立刻站出来主張收縮戰線。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也很實際。西域太遠了，經營成本太高了，每年往那邊砸錢砸人，短期內根本看不到回報，不如把資源收回來，穩固國內。這種論調在朝堂上很有市場，因為對大多數不了解西域的人來說，那就是一片又遠又荒的蠻夷之地，投入再多也不知道能換回什么。很快，朝廷下達了一道正式的诏令，召回一切驻西域人员，放棄对西域的經營。這道命令對班超來說不是普通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他花了2年多的時間，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談判、施壓、布局，好不容易在西域建立起來的關係網和信任基礎，朝廷一紙文書就要全部作廢。鄯善、於闐、疏勒這些國家願意站到大漢這邊來，不是因為大漢的招牌好看，而是因為班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大漢值得信賴。現在你說撤就撤，這些國家怎麼看你？他們會覺得大漢不靠譜，下次再來人說什麼他們都不會信了。更嚴重的是，班超一走，匈奴和龜茲馬上就會反撲，那些選擇歸附大漢的國王和貴族，等待他們的可能就是被清算的命運。班超心裡全明白，但他是朝廷的人，不能抗旨。他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帶着手下人東歸。消息傳出去之後，西域各國的反應遠比他預想的還要強烈。第一個坐不住的是疏勒。班超一行人剛走到疏勒國境準備東行的時候，疏勒城裡就亂了，不是造反那種亂，是恐慌。老百姓知道漢使要走了，知道班超一走，龜茲馬上就會捲土重來，知道那個被班超趕走的龜茲傀儡兜提很快就會回來重新掌權。疏勒人的恐懼可不是抽象的，那是非常具體的。他們害怕報復，害怕龜茲算舊賬，害怕自己和家人為這2年的歸附付出代價。疏勒都尉李偃覺得天都塌了。這個人是疏勒本地的軍官，班超來了之後一直非常配合，是班超在疏勒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班超要走的消息傳來之後，李偃乾脆做了一個極端的選擇，他直接自殺了。史書上對他的死因沒有展開太多細節，但邏輯很清楚，如果班超走了，那他就徹底完了，根本沒有退路。與其等着被龜茲人處置，不如自己了斷算了。李偃的死給了班超極大的震動，但這還沒完。班超繼續東行，走到於闐的時候，於闐的百姓和官員也攔住了他，不是象徵性的挽留，是真的擋在路上不讓走。有人抱着班超的馬腿哭，有人跪在地上求他留下来。他們說，我們是因為你才投了大漢，你走了我們怎麼辦？這個場面對班超來說是極其殘酷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些人的處境，他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留下来意味着什么。留下来就意味着抗旨，不回去就意味着和朝廷的關係斷裂。他一個人留在西域，沒有援軍，沒有補給，沒有編制，沒有任何官方支持，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而如果回去了呢？回去就是回到原來人肉電池的生活，這輩子再也不會有第2次翻身的機會。班超站在於闐的土地上，看着面前哭成一片的人群，做出了決定。他調轉馬頭，回疏勒去了。這一轉身是他人生中分量最重的一個動作，比當年摔筆的那一下要重得多。因為這一次他選擇的不是夢想，是責任。
他回頭不是因為覺得自己一定能贏，而是因為他知道如果自己不回頭，很多人會死。回到疏勒之後，班超給朝廷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明西域的局勢不能放棄，他願意以一己之力繼續經營，懇請朝廷不要徹底關上這扇門。這封信能不能打動漢章帝是後面的事了，但班超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從今天起，他就是一個人在戰鬥了。從公元75年到大約公元80年，這5年是班超人生中最難的一段時期，沒有任何浪漫可言，那就是一個中年人在絕境裡死撐。朝廷那邊基本上是半放棄的狀態，漢章帝沒有明確下令要班超回來，但也沒有給他派一兵一卒的增援。班超給朝廷寫的那封信可能到了，但也可能被擱在某個案頭上吃灰，總之沒有任何回饋。班超留在疏勒，身邊還是那一小撮人，面對的卻是一個正在快速惡化的局勢。匈奴和龜茲幾乎是在班超回頭的同時就開始動手了，他們不傻，大漢官方撤退的消息他們也收到了，知道班超現在是一顆沒有後援的孤子。龜茲率先行動，聯合了一個叫姑墨的小國，從北面向疏勒施壓。與此同時，原來被班超趕走的那個龜茲傀儡兜提也回來了，他跑到疏勒周邊的一些部落裡去搞串聯，試圖從內部瓦解班超建立起來的秩序。更麻煩的是，連之前歸附大漢的一些小國也開始動搖了，有幾個國家直接重新投靠了匈奴，風向一夜之間就變了。班超面对的是一種四面漏風的局面，你剛補好了東邊的牆，這西邊的又裂了；你剛穩住疏勒的內政，於田那邊又傳來消息說有人在密謀叛變。所有的問題同時湧過來，而他手裡的資源少得可憐。就在這樣的一個局面下，班超是怎麼撐過來的？總的來說，靠3樣東西：外交手腕、聯姻策略，還有偶爾的精準打擊。外交上，班超始終沒有放棄聯絡西域各國，他一封封的寫信，一個個的派人去游說，把大漢的存在感維持住。他的說辭很務實，不畫大餅，不許空頭承諾，只講利害關係。他對那些搖擺不定的小國說，匈奴今天強不代表明天還強，大漢的根基比匈奴厚得多，長遠來看跟大漢走才有出路。你現在投了匈奴，等大漢將來再回來的時候，你怎麼辦？這種話聽起來像是威脅，但對於那些朝不保夕的小國君主來說，這也是實實在在的道理。聯姻是另一個重要的手段。班超和西域一些國家的王室之間建立了婚姻關係，具體細節史書記錄的不多，但從後來的情況來看，班超在西域確實形成了一張以姻親和私人關係為基礎的網絡。這張網不是正式的政治同盟，更像是一種人情擔保。你和我是親戚了，出了事多少要給個面子，不會一翻臉就把我賣了。在沒有正規軍支持的情況下，這種人情關係有時候比條約都管用。至於武力，班超用得極其克制，他知道自己的兵力經不起任何消耗，每一個人都是寶貝，不可能像大軍團那樣去打消耗戰。但在某些必須亮刀子的時刻，他出手絕不含糊。有一次，疏勒國內部出了叛亂，2座城池投降了龜茲，班超果斷出擊，親自率隊去平叛。這一仗打得很快，打得也狠，叛軍被迅速鎮壓，沒有給龜茲任何擴大戰果的機會。班超的軍事行動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就是速度極快。他從來不拖泥帶水，發現問題就馬上動手，絕不等到局勢惡化到不可收拾再去應對。這5年裡還有一段特別讓人唏噓的插曲。班超在疏勒最困難的時候，連吃飯都成了問題。糧食補給斷了，從中原根本運不過來糧食，本地的收成也有限，
他和手下的人有一段時間是靠打獵和借糧過日子的。你想想看，一个大漢的使節在異國他鄉餓着肚子，還要維持外交體面，還要應對各方面的軍事威脅，這種日子不是一兩天，是年復一年。但班超沒有崩潰，甚至可以說他沒有表現出任何動搖。在他的手下和西域各國面前，他始終是那個冷靜、堅定，永遠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的人。沒有人知道他夜深人靜的時候在想什麼，是想洛陽的家，還是想那間他再也不想回去的抄寫間。但是在白天，他是所有人的主心骨。5年的時間不短，足夠讓一個人老好幾歲。班超在進西域的時候40出頭，到這5年結束的時候已經快50了。他的頭髮白了不少，臉上的風霜比同齡人要深得多。但他活下來了，疏勒還在他手裡，南道的幾個關鍵國家也沒有徹底翻盤。他用5年的時間證明了一件事，就算全世界都放棄了你，你也不能放棄你自己。就在這個時候，轉機終於來了。轉機來自朝廷態度的鬆動。大約在公元80年前後，漢章帝終於開始重新審視西域的局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班超持續不斷地往朝廷送消息，把西域的形勢和戰略價值反覆講清楚；另一方面，朝廷內部主張經營西域的那一派也在逐步爭取話語權。總之，漢章帝下了一道新的命令，給班超派了1000人的援軍。1000人放在整個西域的戰場上依然是杯水車薪，但對班超來說，那意義完全不同。這1000人不只是1000人的戰鬥力，更是一個信號。它意味着朝廷沒有徹底放棄它，意味着大漢在西域還有存在的意志。對班超來說，這可是5年黑暗期裡照進來的第一束光啊！有了這支援軍打底，班超開始從防守轉入進攻。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莎車。莎車位於疏勒和於田之間，一直在大漢和匈奴之間反覆搖擺，叛復無常。班超幾次拉攏都沒能讓他徹底安分，這一次有了兵力上的底氣，他決定要徹底解決莎車的問題。經過一番軍事施壓和外交運作，莎車最終被平定。南道到北道之間的連接通道被打通了，班超的戰略空間一下子寬了很多。但真正的硬仗還在後面。班超面對的2個最大對手終於正面出牌了。第一個就是龜茲。龜茲是西域北道最強的國家，人口多，軍隊強，地盤大，而且背後有北匈奴撐腰。班超在西域搞了這麼多年，龜茲始終是他繞不過去的一堵牆。之前班超拿下疏勒，趕走兜提，龜茲就已經把他恨到了骨子裡。現在班超又平定了莎車，等於進一步壓縮了龜茲的影響範圍。龜茲終於忍不住了。龜茲王聯合了北匈奴的兵力，糾集了周邊幾個附屬小國，組成了一支總兵力接近數萬人的聯軍，目標直指疏勒。這是班超自進入西域以來面對的最大一次軍事威脅。之前的鄯善、於田、莎車，那些都是局部衝突、心理博弈，對手要麼兵少，要麼心虛。但這一次不一樣，龜茲是真的要打，而且是傾巢而出。班超的應對方式依然是他最擅長的那一套，根本不和你硬碰硬。他沒有集中全部兵力和龜茲正面對決，而是聯合了疏勒、於田等已經歸附的國家，組成了一支多國聯軍來分散對方的壓力。同時，他利用龜茲聯軍內部的矛盾做文章。那些被龜茲拉來的小國本身就不是心甘情願參戰的。班超派人去做工作，離間、拉攏，各個擊破。這場仗打得很艱難，前後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不是一場決戰就能分出勝負的。更準確地說，這是一場拉鋸戰。
班超靠着靈活的策略和對地形的熟悉，一點一點地消解龜茲聯軍的攻勢。龜茲發現自己占不到便宜，後勤補給又拉得太長，聯軍內部也開始出現裂縫，最終不得不選擇退兵。龜茲剛退，緊接着第二個對手又来了。這一次是肉支，這個肉支就是大肉支，也叫貴霜帝國，是當時中亞地區非常強大的勢力。肉支和西域的關係很複雜，它不像匈奴那樣直接控制西域各國，但它的軍事力量絕對不可小覷。肉支之所以找班超的麻煩，起因是一樁婚事。肉支的父王率領一支使团來找班超，說肉支王想和大漢和親，希望班超代為牽線。班超拒絕了。拒絕的原因史書裡沒有細說，但大概率是班超覺得這門親事背後有政治陷阱。肉支真正想要的不是婚姻，而是通過和親獲取在西域事務中的發言權。肉支被拒之後惱羞成怒，直接派了一支大軍翻越帕米爾高原來打班超，兵力同樣是數萬級別，聲勢浩大。面對這種體量的對手，班超再一次展現了他對戰爭本質的理解。他沒有出城迎戰，而是選擇堅守。他告訴手下人，肉支遠道而來，補給線橫跨帕米爾高原，這種後勤條件根本撐不了太久。他們要做的就是守住、扛住，熬到肉支自己撐不住了。事情的發展完全符合班超的判斷。肉支軍隊圍攻了一段時間之後，糧草逐漸跟不上，再加上高原氣候又讓士兵疲憊不堪，軍心開始動搖。肉支父王沒有辦法，只好派人向班超求和。班超同意了，放了肉支撤走。他並沒有趕盡殺絕，因為他需要的不是把肉支變成死敵，而是讓肉支明白一件事：西域是大漢的地盤，你可以做生意，但不能亂伸手。2場硬仗打完，班超在西域的地位發生了質的变化。他不再是一個苦苦支撐的孤臣，而是一個所有人都不得不認真对待的力量。龜茲打不動他，肉支也吃了閉門羹。那些還在觀望的小國終於看明白了，這個漢人不是來走過場的，他是扎了根要長在這裡的。公元91年，朝廷正式任命班超為西域都護。這個頭銜的分量，了解漢代歷史的人都知道。西域都護是大漢設在西域的最高軍政長官，代表中央政府管轄西域一切事務。這個職位最早設立於漢宣帝時期，後來隨着西漢末年中原大亂而廢棄，到班超手裡已經斷了60多年了。班超從一個替人抄書的臨時工到西域都護，這條路他走了將近30年。都護府重新設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一個官職的恢復，更在於它背後代表的戰略現實。到公元91年前後，西域50餘個國家基本上都已經歸附了大漢。從東邊的鄯善、且末，到南道的於田、莎車，到北道的疏勒、姑墨，再到西邊的大淵、康居方向的一系列國家，整條絲綢之路重新被打通了。商隊可以從洛陽出發，一路向西，穿過河西走廊進入西域，再從西域翻過帕米爾高原，連通中亞、西亞，一直延伸到遙遠的羅馬帝國。這條沉寂了大半個世紀的商路重新活了過來，東西方之間的貨物、技術、文化又開始沿着這條古老的動脈流動。這一切的核心推動者就是班超。你回頭去看他這20多年的操作，會發現一個非常清晰的逻輯線。他不是那種靠蠻力打天下的將軍，他更像一個棋手。每到一個國家，他首先分析的是這個國家的內部權力結構、外部依附關係、國王的性格弱點、周邊國家的態度，然後找到最小成本的切入點，精準施力。鄯善是夜襲，於田是勤烏，疏勒是換王，每一步的打法都不一樣，但底層邏輯是相同的。
用最少的資源撬動最大的變化。面對龜茲和肉質的大軍壓境，他扛住了；面對疏勒內部的叛亂，他鎮壓了；面對無數次的背叛和倒戈，他一次次的重新收拾局面。但武力從來不是他的第一選擇，他最厲害的武器始終是腦子。他能看透人心，能判斷局勢走向，能在別人還在猶豫的時候就做出決定。更難得的是他對西域各國的治理方式。班超没有把西域变成大漢的殖民地，他不搞直接統治，不派漢人去替代各國的國王，不強行改变当地的風俗和制度。他的做法是扶持亲漢的本地政權，維持各國的自治格局，只在關鍵的外交和軍事問題上行使都護府的權力。這種鬆緊結合的治理模式，讓西域各國在歸附的同時，保留了自己的尊嚴和利益。所以大多數國家是心甘情願跟着大漢走的，而不是被壓着頭低下去的。班超和張騫經常被放在一起比較。张騫是凿空西域的人，他第一次讓中原知道了西域的存在，打開了那扇門。但张騫的2次出使更多是探路性質的，他沒有真正建立起穩定的管轄體系。班超做的事情是在張騫開的那扇門後面蓋起了一座房子。他讓西域從知道有這麼個地方變成了這是大漢治下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班超完成的是張騫未竟的事業，甚至在實際影響力上走得更遠。50餘國歸附，絲綢之路全線貫通，都護府時隔60年重新運作，這3件事加在一起，就是班超這大半輩子交出的成績單。一個快40歲才起步的人，用30年的時間做到了很多人幾輩子都做不到的事兒。但他還不滿足，都護府穩定之後，他又做了一個更大膽的決定。他把目光投向了西域的盡頭，投向了一個大漢從未到達過的方向。公元97年，班超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瘋狂的決定。他派遣自己的副手甘英率領一支使團從西域出發，一路向西，目標是大秦。這個大秦呢，就是古代中國對羅馬的稱呼。當時中國人对這個遙遠西方帝國的了解少得可憐，只知道它在極西之地盛產奇珍異寶，有着和大漢完全不同的文明。除此之外，中國人對羅馬的了解，那幾乎都是模糊的傳聞和想象。班超為什麼要派人去羅馬？這件事史書上沒有給出特別明確的動機，但從班超一貫的行事風格來推測，他的思路大概是這樣的：絲綢之路已經打通了，50餘國已經歸附了，西域的格局基本穩定了。但絲綢之路不是到西域就結束了，它的終點在羅馬。中間那一大段路，從帕米爾高原到波斯，到地中海東岸那片廣袤的土地上有什麼，有誰，他們的態度如何，大漢完全不掌握。班超是一個對信息極度敏感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視野裡有這麼大一塊空白。甘英出發了，他的路線大致是從疏勒出發，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過大渊、安息，也就是帕提亞帝國的地盤，一路向西走。這條路的總長度超過10000里，沿途的地理環境從高原雪山到沙漠戈壁，再到2河流域的平原，變化極大。甘英一行人穿過了今天的中亞、伊朗、伊拉克，一直走到了波斯灣的西岸。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到達的可能是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一帶，具體地點學術界還有爭議，但無論是哪一種，這都已經是當時中國人到達過的最西端了。然而，就在甘英距離羅馬帝國只剩最後一步的時候，他停下来了。原因是安息人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安息帝國橫跨在大漢和羅馬之間，是絲綢之路上最大的中間商。東邊的絲綢和西邊的玻璃、寶石都要經過安息人的手才能完成交易。如果大漢和羅馬直接建立了聯繫，
安西的中間商地位就保不住了。所以安西人非常不希望甘英真的到達羅馬。他們告訴甘英，前面要渡過一片大海，海上風浪極大，運氣好的話也要3個月才能到对岸，運氣不好就回不来了。而且他們說，這片海有一種奇怪的力量，會讓人思鄉到發瘋，很多人走到一半就因為實在是受不了而死在了海上。這段話說的有鼻子有眼，但其實漏洞百出。波斯灣也好，地中海也好，以當時的航海技術，雖然確實有風險，但絕不至於誇張到這種程度。安西人編的這個故事本質上就是一種商業恐嚇，但甘英信了。他站在海邊，看着眼前那片望不到頭的水面，最終選擇了返回。這是一個讓後人無比遺憾的決定。如果甘英再往前走一步，哪怕只是踏上一條船，東西方2大帝國就有可能在公元1世紀實現第1次正式接觸。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場面？羅馬帝國正處於图拉真時代前後的鼎盛期，大漢也在和帝時期保持着相當強的國力。2個同时代最強大的文明，如果真的面对面站到了一起，歷史的走向也許会完全不同。但这个如果卻永遠停在了波斯灣的岸邊。甘英回來之後，把沿途的見聞詳細報告給了班超，這些信息後來被記入了史書，成為中國古代對中亞和西亞最早的系統性記錄之一。安西帝國的政治制度、條支地區的地理風貌、沿途各國的物產和風俗，這些內容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簡直像另一個世界的描述。甘英雖然沒有到達羅馬，但他帶回來的這些信息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班超聽完甘英的匯報之後是什麼反應，史書沒有記載，但我猜他心裡大概是有遺憾的。他這一輩子都在往西走，從洛陽走到西域，從鄯善走到疏勒，從疏勒的都護府往外看，他能看到帕米爾高原那邊還有更廣闊的世界。他想去碰一碰那個世界的邊緣，但最終只能讓甘英替他走那一程，而甘英也沒能走到頭。不過換一個角度想，甘英走出去的那一步本身就已經足夠了不起了。這是古代中國離西方世界最近的一次凝望，雖然沒有握上手，但至少看見了對方的輪廓。在那個沒有飛機、沒有衛星、沒有任何現代通訊手段的時代，這種遠征本身就是一種屬於人類的浪漫。班超此時已經65歲了，他的身體開始明顯地走下坡路，西域的風沙和高原的寒冷在他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跡。他開始意識到，有些路他這輩子是走不完了。公元100年，班超70歲了。這一年，他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書，請求回家。這封奏書後來被完整地保留在了《後漢書》裡，是整部史書中非常令人心酸的一段。班超沒有在信裡列舉自己的功勞，沒有提50餘國歸附，沒有提絲綢之路重新貫通，沒有提他以36人起步打下的這一整盤棋。他只是用一種非常疲憊的語氣說：“臣老了，身體不好，在西域水土不服越來越嚴重，常年的舊疾纏身。”然後他寫了一句讓後世無數人反覆引用的話：“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升入玉門關。”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不奢求能活着走到酒泉那麼遠，只希望能活着踏進玉門關就夠了。玉門關是河西走廊的西端，出了玉門關就是西域，進了玉門關就算回到了大漢的土地。從班超所在的疏勒到玉門關，中間隔着整個塔里木盆地，路程數千里。一個70歲渾身是病的老人說自己不敢奢望走完全程，只要能進那道關就好。這話裡面包含的東西太多了。31年，班超在西域整整待了31年。
他41歲出去的時候還是一頭黑髮，腰板還是直的，眼睛裡全是一個中年人想要證明自己的火焰。現在他70歲了，那團火早就不是當年的樣子了。他這31年裡打過仗，搞過外交，平過叛，扛過孤軍無援的至暗時刻，經歷過被朝廷遺忘的絕望，也享受過50國歸心的巔峰。但無論是低谷還是高光，他都不在家中。他的母親早已經去世了，走的时候班超也不在身邊。他的哥哥班固也在公元92年因為捲入竇憲案被牽连入獄，最終死在了獄中。這個消息傳到西域的時候，班超那是什麼感受？沒有人知道。他從小跟着哥哥長大，兩兄弟一個拿筆一個拿刀，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班固一輩子困在文字和政治的漩渦裡，最終沒能善終。班超在萬里之外聽到這個消息，大概除了悲痛之外，還有一種深深的無力感。那是他的親哥哥，他卻什麼都做不了。但妹妹班昭還在洛陽。班超的這封請求回家的奏書送上去之後，朝廷最初的反應是沉默，沒有批准，也沒有拒絕，就是擱着不處理。也許是朝廷覺得西域離不開班超，也許是那些官員們壓根兒沒把一個遠在萬里之外的老人的請求當回事兒。總之，班超等了很久，沒有等到回音。最後，班昭出手了。班昭當時在朝廷裡地位很高，經常給皇帝和後宮講學，和皇帝、太後的關係都不錯。他給朝廷上了一道奏書，替哥哥求情。這封信寫的比班超自己的那封更加動人。班昭在信裡說：“我的哥哥在西域待了30多年，年過70，體弱多病，萬里之外孤身一人。如果再不讓他回來，恐怕他就要死在那裡了。”他請求朝廷念在班超多年功勞的份上，讓他回家度過最後的日子。班昭的信起了作用，漢和帝終於下令准許班超回朝。公元100年，朝廷派出了班超的继任者戊己校尉任尚前往西域接替他的職務。班超終於可以走了。臨走之前，班超對任尚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交代西域經營的要點。他告訴任尚，西域这個地方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不能用一套辦法去對付所有人。你要因地制宜，軟硬兼施，最重要的是有耐心。他特別提醒任尚，你手下那些士兵很多都是流放過來的犯人，不好管，你要寬嚴並用，不能一味的壓。任尚聽完之後，據說心裡並不太服氣，他覺得班超說的都是些老生常談的大道理，沒什麼新鮮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任尚確實沒有領會班超的意思。他到任之後，把西域搞得一團糟，好幾個國家重新叛離。班超花了30年建起來的東西，任尚用了幾年就拆了大半。但那都是後面的故事了。此刻的班超顧不了那麼多，他只想回家。70歲的班超終於踏上了東歸的路。從疏勒到玉門關，路程數千里，對一個70歲的老人來說，這條路本身就是一場考驗。班超的身體在西域的31年裡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常年的風沙侵蝕，高原氣候的反覆折磨，戰場上留下的舊傷，還有那些年缺衣少食時候落下的病根，全部在這趟回程中一起發作。他走得很慢，每一天都在和自己的身體較勁，但他終究是走到了。公元102年8月，班超抵達洛陽。31年前，他從這座城市出發的時候，是一個把筆摔到桌子上，滿腔孤注一擲的中年人。31年後，他回到這座城市的時候，是一個白髮蒼蒼、疾病纏身的老者，帶着一個帝國都裝不下的功績。洛陽還是洛陽，街市還在，工程還在，
但班超看到的一切大概都已經不是記憶裡的樣子了。31年足夠讓一座城變掉大半，更何況人。他當年認識的那些人，活着的已經不多了。朝廷給了他應有的待遇，漢和帝封班超為定遠侯，10邑千戶。10邑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封賞制度。皇帝将某個地區包含那裡的土地和百姓封賜給宗室、外戚或功臣，受封者可以直接向這片區域內的千戶人家徵收租稅，作為自己的俸祿。10邑達到千戶的貴族，通常也被稱為千戶侯。定遠這2個字用在班超身上再合適不過了。他這輩子做的事情就是在最遠的地方把局面定下來。從鄯善到疏勒，從於天到剎車，從秋瓷到肉汁，每到一個地方他都在定局面、定人心、定方向。定遠侯，這不只是一個封號，更像是對他整個人生的總結。但班超已经沒有力氣去享受這些了。回到洛陽之後，他的身體迅速惡化，長途跋涉耗盡了他最後的儲備，31年積累的病症像約好了一樣集中爆發。他躺在洛陽的宅子裡，可能偶爾還能聽到街上的聲音，聞到中原泥土的氣味，感受到和西域完全不同的濕潤空氣。不知道他在那些最後的日子裡會想些什麼。也許會想起鄯善那個夜晚的火光，想起於田巫師被擒時的表情，想起疏勒百姓攔着馬腿哭的畫面。也許他什麼都沒想，只是安安靜靜地躺着，感受着終於回到家的踏實。公元102年9月，班超病逝於洛陽。從8月到9月，他回家之後只活了1個月。71歲的他，走完了全部的路。他沒有等來太久的安寧，但他等到了回家。但願升入玉門關，這個願望他實現了。他不僅進了玉門關，還走到了洛陽，走回了他出發的地方。人生最後這1個月雖然短暫，但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中原的天空下度過的。對一個在外面飄了31年的人來說，這也許就夠了。班超死後，朝廷追念他的功績，歷代史家也給了他極高的評價。范晔在《後漢書》裡為他單獨列傳，篇幅很長，記述極為詳盡。在後世的敘事中，班超被視為和張騫並列的西域經略第一人，甚至在實際治理層面上，他做的比張騫更扎實、更深入。投筆從戎這個成語也因為他而流傳至今，成了無數人在人生低谷時用來激勵自己的4個字。但我始終覺得，用投筆從戎來概括班超是不夠的。這4個字太輕巧了，太像一個勵志口號了。它讓人以為班超的故事是一個天才突然覺醒的爽文，摔了筆就走上巔峰。事實不是這樣的。班超的路上有漫長的等待，有無人問津的黑暗期，有被朝廷拋棄的絕望，有至親離世卻無法歸家的痛。他的成功不是靠一個熱血瞬間換來的，是靠31年的堅持、隱忍和不放棄換來的。這不是一個年輕人追夢的故事，這是一個中年人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一步一步把自己從泥裡拔出来的故事。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班超的故事對今天的人來說格外有意義。我們這個時代有太多的人在35歲的時候，甚至30岁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已經完了，覺得人生定型了，廢了，覺得這輩子根本沒有翻盤的機會了。但班超在41歲時才起步，50歲還在絕境裡死撐，60歲才真正站穩腳跟，70歲時終於回到了家鄉。他的人生告訴我們，所謂的來不及，很多時候只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設限。
那些年西域的風沙一定很大吧，大到能把一個人的前半生全部吹散，只留下後半生的故事讓後人反覆去講。班超這個人最打動我的地方，不是他有多勇敢，也不是他有多聰明，而是他在後半生的堅持。不管前面是火光還是黑夜，不管身後有沒有人支持，他始終沒有被動搖，一直在往前走。其實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那麼一支筆，握着它很安全，但放下它才知道自己真正能走多遠。今夜的故事就到這裡了，我們下期見。